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前2天中秋节，给家人做了点蛋黄酥和鲜肉月饼，顺便也做了点绿豆酥饼和肉松酥饼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绿豆饼和肉松饼的做法。蛋黄酥和鲜肉月饼之前都发过了，可以找一下往期视频。先做绿豆馅儿，脱皮绿豆提前浸泡1晚上，然后洗净，放在一个大碗里，给它摊开点，这样比较容易熟。放到蒸锅里，用大火给它蒸熟。根据每家的火力不同，时间也不同，我是用蒸箱蒸了45分钟。最后蒸完以后，用手一捏，可以给它捏碎，没有一点硬芯儿就可以了。然后用机器给它打成粉，没有机器的话，也可以像我这样用筛子给它筛成粉。然后把这些材料全部放到绿豆粉里，把所有材料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牛奶的量要根据干湿度自己调整一下，可以先不加或者少加点儿。拌好的馅儿如果太干，那就再加点牛奶。拌好的绿豆馅儿你先尝尝，觉得是自己喜欢的口感就行了。我是建议不要太干，可以稍微湿一些，因为还要经过烘烤，烤的时候水分会挥发，皮本身是干酥的，所以馅儿建议不要太干。做好的绿豆馅儿取出200克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防干。200克的绿豆馅儿里加入肉松和沙拉酱，沙拉酱也是少量多次添加，自己尝口感，或者如果你不喜欢也可以不加，但是不加的话，烤完以后我感觉吃着有点干。没有沙拉酱也可以多加黄油和牛奶，也是拌匀以后尝一尝，是你喜欢的口感就行了。如果不马上用的话，也要盖上防干。然后做水油皮，按照配方把材料都放在一起，揉均匀就可以了，也可以手揉。手揉的话可以用温水。把材料揉匀，面团揉光滑就 OK 啦，不需要揉出膜。我是用开水揉的，揉好的面团非常的软。把面团整理一下，让它变得表面光滑。盖上保鲜膜，静置30分钟到1个小时。再来做油酥，低筋面粉和猪油放在一起揉均匀就可以了。油酥我用的是低筋面粉，也可以用中筋面粉的。因为油酥和油皮揉好以后，它们的软硬度一定要保持一致，这样包出来以后才不会破酥。我用低筋面粉做出来的油酥和油皮软硬度是一致的，所以我就用了低筋面粉。油酥揉均匀以后，就可以直接给它分成22份，每一份都要滚圆，而且要随时盖上保鲜膜，防止变干。油酥弄好以后，就可以看看油皮的状态了。油皮可以拉出膜，就可以分割了。看我这个油皮现在已经可以拉出膜了，那我就可以给它分割了，也是给它平均分成22份。还是每一份都揉圆，然后随时盖上保鲜膜。想让你的酥皮点心制作的时候不破酥，关键点就在于油酥和油皮的软硬度一定要保持一致。看我这个油酥和油皮的软硬度基本上就是一致的，这样包的时候就不会破酥。因为我们用的面粉和各地的湿度不同，所以面粉量的方面大家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稍作调整。包油酥的时候我们要按顺序来，先拿出你第一个揉圆的油皮，然后把油酥放在上边，给它包起来。封口一定要封好，然后封口朝上放在揉面垫上，用擀面杖给它擀开，擀的时候动作要轻一点，从下推一下给它卷起来，卷起来的底边朝上，用保鲜膜盖好。把所有油酥都包好，然后按顺序摆放好。如果你动作快的话，就松弛10到20分钟，如果动作慢的话，就可以继续下一步了。因为最后一个弄好，前面的已经松弛够时间了。
用手压一下，压扁，然后再给它擀开。擀完以后，还是从底下推一下，给它卷起来。底边朝上，用保鲜膜盖好。都卷好以后要松弛20分钟。两种内馅一共分成22份，每个大概是30克左右。如果馅太软的话，可以去冷冻一下再包，这样比较好包。油皮松弛好就可以包馅了。用手把中间按下去，然后把两头往中间捏，再压扁，再用擀面杖擀开。可以尽量擀得稍微大一点。翻面看一下，没有破，这个状态就很好。放上馅儿，然后给它包起来。把封口捏紧，一定要把封口捏紧，因为烤的时候会膨胀。封口压在下面，摆在烤盘里。因为我这个馅儿是冷冻过的，还比较硬，现在不能给它压扁，所以我就给它盖上，等它回温以后再压扁。这个时候正好预热烤箱，烤箱上下火预热180度30分钟。烤箱预热的差不多了，我这个馅儿也回温了，然后就把它压扁。可以在底部用牙签戳几个洞，这样防止烤的时候它会爆开。还可以在表面盖点章或者点几个红点，我是懒得弄了。然后我爸和我老公都严厉地批评我了，他们都说你应该在上面弄点花纹才好看。好吧，接受批评，下回我一定不偷懒了，最起码也要给它点3个红点。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80度烤25到30分钟。出炉以后取出来，放凉以后再吃。用开水烫面做出来的点心，比用常温水做出来的更酥。保存方面要尽量保持干燥，它才会酥得久一点，受潮就会变软了。如果不酥了，也可以再放入烤箱里，用150度烤15分钟左右，把水分再烤出去一些就好了。或者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，包好把生胚盖上，放冰箱冷冻，吃多少烤多少，不需要解冻，直接入烤箱烤。这2天我烤鲜肉月饼就是这样弄的，效果挺好的。所以我觉得烤这类的酥饼都可以用冷冻的这个方法，因为它皮都是一样的，只是馅儿不同。肉月饼都可以这样烤，那其他的更没问题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